长途飞行真的很妙，明明吃饱了，酒也喝了，却还是睡不着，干脆连上免费 WiFi 滑手机，滑着滑着肚子居然又饿了。没想到全日空深夜飞雪梨的班机，宵夜竟然是一风堂拉面。这次跟我一起搭上 ANA 787，从台北松山到日本羽田一路飞往雪梨，带你完整体验这趟将近20小时的长途飞行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87带出来的温泉，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。现在通马的位置呢是在Hello， 我是头马，你现在收看的是头马的马后手。一大早来到松山机场，今天是一趟很长的飞行日，从台北松山出发，经过东京羽田，最终站是南半球的 Sydney Kingsford Smith Airport。这次带大家一起来体验全日空787的商务舱表现。如果你也喜欢飞行，喜欢看机型，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飞行吧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在等待 check in 的同时，想先跟大家聊一个订机票时其实很容易被忽略的重点。平常在选航班的时候，除了出发机场、票价高低之外，你会不会也注意这趟航班实际执行的是哪一个机型呢？现在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查询到相关资讯，而今天要搭乘的全日空 ANA 虽然两段航程同样都是787商务舱，但在座位配置上却有很大的不同。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实际体验看看吧。谢谢，里面请。从松山机场国际出发的旅客其实不多，安全检查也很顺利，很快就通过了。接着来到松山机场的贵宾室，不过在录影的当下，这里还是旧的贵宾室，整体坪数不大，所有航空公司都集中在同一个区域，所以人其实蛮多的。目前松山机场的贵宾室已经搬迁到新的位置，最大的差别就是空间变得非常宽敞，算是一次明显的大升级。松山机场的贵宾室里面呢，真的非常的小。比较惊艳的是还有港式的扫码。松山机场也改装了好一阵子，现在精品变得比较多。时间也差不多，我们赶快登机吧。台北松山机场国际线主打东北亚短程航线，强调效率与市中心的进出，非常适合商务客。对于重视时间不想跑桃园的旅客来说，相当有吸引力。今天坐的位置是3K。全日空787的整体设计走企业蓝色风格，商务舱采222座位配置，窗户则取消传统遮阳板，改用电子调光，这也是787很有代表的特色之一。放好东西做定位后，座位虽然是2个一组，旁边有可能会是陌生人，不过中间还是有一小段挡板。基本的个人空间算是保留住，座位控制面板也在中间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平台。起飞前先提供温热的擦手毛巾。座位侧边配置了一个不算大的置物空间，旁边整合了多媒体遥控器、耳机孔及一组万国插座。虽然收纳空间不算多，但基本需要用到的功能都集中在手边，操作上还算方便。座位后方有阅读灯，灯具可以自由调整照射方向，使用上蛮方便的。全日空商务舱提供主动式抗噪耳机，上面印有 ANA 的 logo， 音调走中性取向，适合长时间看电影听音乐，抗噪效果稳定，可以降低引擎声与背景的噪音。前方有独立的脚部延伸空间，算是标准商务舱的表现，双脚可以自然伸直，不会有被卡住的感觉。以现代新一代飞机的标准来看，这款机型的萤幕尺寸确实偏小了一点，桌板收在另一侧，是2段式设计，使用时需要先拉出来再翻开，最后转90度就能完整展开使用。操作上需要多几个步骤，但熟悉之后并不会太困难。飞机稳定爬升到一定高度后，就准备开始今天的餐饮服务了。
躺平在 ANA 787人质上面。餐点因为没有在20小时之前先选订餐，所以呢没有了日式，选了西式。由于松山羽田飞行时间较短，餐点是一次上齐。开胃菜是我最喜欢的烟熏鲑鱼和烤牛肉，口味清爽，作为开场不会有太大的负担。主菜是法式蓝带鸡排，外层酥脆，切开后里面的鸡肉相当的嫩，中间的cheese带了一点浓郁感，搭配附上的奶油、盐和胡椒，可依个人口味自由调整。甜点是巧克力慕斯，口感滑顺，甜度不高，作为结尾刚刚好。整体分量不多，走的是清爽路线。这一班飞机还满满的，从松山到羽田真的是非常的近，所以非常多的商务人士。如果想碰碰运气看富士山，记得要选 A 排，也就是飞机的左侧，看到的机会比较高。抵达东京时已经接近傍晚，看着窗外的夕阳，这段短暂的飞行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啊，不对，我们只是过境东京，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哦。现在已经抵达东京羽田国际机场，短短3个小时的飞行，东京馆很冷。顺着转机指示走，很顺利的衔接到下一段飞行。要和大家体验的787-9商务舱，从羽田飞往雪梨的航班，我们来看看航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去全日空的贵宾室。羽田机场第3航厦全日空贵宾室，靠近110登机口的4楼，看着指标搭上手扶梯，马上可以找到。但在这里，全日空的贵宾室不只有一个，分成商务舱使用的 ANA Lounge， 还有头等舱与高卡会员使用的 ANA Suite Lounge。进去前在入口要先看清楚，不要走错了。记得一到贵宾室一定要马上先预约淋浴间。现在来到贵宾室，小润很棒吧？檀木的香味，戴森吹风机、洗鸡精、牙刷、牙膏、towel、免治马桶。我先洗澡喽，待会见，拜拜。晚上的淋浴间通常不好预约，如果幸运预约到，使用时间也有限制，大家要赶紧把握时间。从贵宾室出来了，今天贵宾室人非常多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买的，待会飞机上见。今天的登机时间是晚上9点50分，夜晚出发也让这趟旅程更有远行的感觉。中午要上飞机，现在是晚上9点55分。待会上飞机之后，和大家一起说787-9跟787-8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先在贵宾室洗个澡再登机，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加分。一走进商务舱，看到每个座位都是独立的设计，座位上已放好棉被、枕头、拖鞋、过夜包和降噪耳机。个人娱乐系统是18寸液晶萤幕，也提供中文界面。侧边有多功能遥控器、USB 插座、耳机插座孔及阅读灯。免税品杂志和安全须知卡放在小夹层，同时降噪耳机可以挂在旁边。扶手旁是电动座椅的控制面板，连座椅设备的说明书都帮你先准备好。这种细腻又周到的服务，真的很有日式航空的风格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深夜航班虽然拍不到外面的风景，但第一次坐进这样的个人座椅，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特别的新鲜。日式的餐点，然后还有点像 hibiki， 有筷子、叉子、汤匙。前菜是虾子和烤蔬菜，左边白色的是全日空的米饭，用纸包起来，这样在加热后比较可以保留口感，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细节。日式料理一定会有的味噌汤，餐后水果。吃饱之后，本来想说要珍惜飞行中的时间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毕竟人在商务舱，感觉不睡一下好像有点可惜。但实际躺下去之后，却是翻来覆去，根本就睡不着。这里也要跟大家分享，全日空飞机上的宵夜居然是益丰堂拉面。在飞机上可以吃到拉面，真的很特别。如果你之后有机会搭到，很推荐，一定要试试看。第二天早上
选的是西式的早餐，包装包里面它是给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个小皮箱也很可爱，里面是跟雪肌精合作，基本就是2-3个眼罩、乳液，在飞机上的篮子里面都看得到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。严格说起来，我从早上11点到松山机场开始，一直到隔天抵达雪梨，前后一共花了大约20个小时。其实这趟旅程一点也不短，但对我这种超爱坐飞机的人来说，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好快乐。这时飞机缓缓走在跑道上，当我看到窗外的澳洲航空，也代表旅程即将要结束了。没想到抵达雪梨机场第一个惊喜是可以搭航下的接驳车，对于飞机迷来说，又可以近距离的好好的再看一眼全日空787。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，终于抵达悉尼787的体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原来同样是787商务舱，实际搭起来硬体设备和个人空间真的差很多。所以下次买机票的时候，除了看票价、时间方不方便之外，也可以顺便研究一下当天直飞的机型和座位配置，让你的旅程更物超所值。我是 Toma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城市见，拜拜。787商务舱，我终于体验到了。是787的厕所，厕所里面的备品：洗手乳、漱口水、牙膏、牙刷、包尿布的台子。之前我有搭过787的厕所，有外面窗，在飞机上可以扫免治马桶，是